你与老夫师尊真灵见过了那这部寒门秘法寒门养念诀，乃如今灵溪宗诸多功法之源，希望你好生利用，守护好自己的宗门，别重蹈寒门覆辙。小纯谨记教诲，仔细地研究了寒门养念诀以及不死金后，白小纯对于未来充满了期待，尤其是此刻感受了一下自己磅礴的生机。他尽管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寿元，但想来至少1000年以上，就更为激动。对于修行的枯燥，他也没有不耐烦，而是沉下心来，修行寒门养念诀的同时，也在尝试修炼不死金。关于不死金，白小纯思索良久，首先修炼的是自己的左脚大指，一根根指头的修炼下去才是最稳妥的。白小纯深以为然，脑海里幻想自己抬起脚，一指头戳过去，对自己有歹意之人没有任何防备被重创惨叫的画面后，觉得自己的选择没错。傻子才会选择手指，手指有什么用处？10个人都会防备不说，危急关头总不能用手指逃遁啊。脚趾就不同了，不但可以出其不意的攻击，更是可以用力点地面加速逃走，只要小命在，什么都在。白小纯想到这里，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英明神武了，不由得感慨，想要照照镜子崇拜下自己。可四下看了看，发现自己的洞府里居然没有铜镜，这不行啊，居然没镜子。白小纯觉得扫兴，忽然想起自己储物袋内之前击杀那个空河院的女子时收走了对方的物品，曾灵视一扫，似乎看到过一个镜子，于是赶紧打开储物袋，翻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圆形镜子。至于小乌龟，白小纯找了半天也没看到，索性就不去理会，他早就习惯了小乌龟的神出鬼没。此刻拿着镜子，白小纯研究一番，忽然乐了。这镜子也不是寻常之物，算是一件不错的法宝，虽然无法与白小纯的那3样至宝比较，可也有其不俗之处，竟可以形成一具法身。只不过这法身没有什么战斗力，只是作为迷惑而用。当初那女子被白小纯连连克制，真身在通天法眼下无所遁形，也就没有拿出使用。还算不错吧。白小纯把玩镜子半晌后，忽然轻咦一声，将镜子拿在手中仔细地看了看后，突然眉心的第3目通天法眼蓦然睁开，紫光瞬间笼罩洞府。白小纯凝望片刻后，第3目闭合，他若有所思。此物怕是就连那女子也都没发现，其最大的贡献不是形成法身，而是养魂。白小纯很是惊奇，他在这镜子上与通天法眼下感受到了与神秘面具相似的波动，虽材质不同，可在作用上似大同小异。把玩一番，白小纯将镜子放在一旁，重新开始修行。时间流逝，很快又过去了半个月。这一天夜里，白小纯正修行时，忽然的，他全身汗毛耸立，猛地睁开眼时，他四周的地面出现了大量的波纹，这些波纹出现的速度极快，眨眼就覆盖洞府大地，更有阵阵冰寒气息笼罩四方，似要将这里分割出去。与此同时，他储物袋内红光爆发，那面具再次飞出，有沧桑的声音带着急促快速的吼出。不！白小纯深吸口气，没有任何迟疑，在对方说出一个字后，他一把取出更多的符文，天道金丹之力融入，全面催发，大把扔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再次出现后，这面具内传出怒吼，可却戛然而止，面具掉在地上，地面的波纹也骤然消失。贾叶藏的魂此刻才敢飘出，瑟瑟发抖，发出惨叫。完了完了，他们又来了，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白小纯也很是恐惧，他方才隐隐觉得自己若是慢了一些，一旦此地被隔离，自己就危险了。阴魂不散，白小纯咬牙看了眼贾叶藏的魂，沉吟片刻后，他的双眼有些血丝，却露出果断，突然开口：贾叶藏，我给你换个价，你要配合我，不然我就把你和这面具一起扔到通天河里喂鱼。贾叶藏身体又开始颤抖起来，想要说些什么，可看到此刻的白小纯居然眼睛都红了后，立刻就不敢开口，只能惊恐地点头。我就不信了，
连那老兔子我都能收拾，还收拾不了这小小面具。白小纯冷笑，立刻取出那面镜子，仔细的研究之后，他双手猛地掐诀，一指面具，立刻贾叶藏发出惨叫。可刚传出叫声，在白小纯瞪眼下，他立刻捂着口，不敢叫喊。白小纯全神贯注，体内散发出天道气息，金丹翻滚时，修为扩散开来，使得他的右手竟化作了金色，而他的眉心第三目通天法眼也在这一刻蓦然睁开，修为凝聚，使得紫光比之前还要明亮太多太多。一股恐怖的波动在白小纯的身上爆发，在这通天法眼下，那紫色的光中隐隐的甚至都出现了金色，一丝天道的气息也顺着法目散出，落在这面具上时，白小纯立刻就看到了一条若隐若现的丝线，连接了贾叶藏的魂与面具。在看到这丝线的瞬间，白小纯没有任何迟疑，右手倏地抬起，手上金光璀璨，向着面具与贾叶藏之间的丝线狠狠一斩。给我断！轰的一声，白小纯的右手直接斩在丝线上，这丝线颤抖，原本有韧性，难以斩断，可在那天道气息的碰触下，没有坚持太久，直接就融化开来，被白小纯骤然斩断。断去的瞬间，贾叶藏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魂离开了面具，可就在其离开的同时，仿佛虚无中存在了一股吸力，居然要将其吸走。吓得贾叶藏惨叫更为凄惨，白小纯也一愣，好在镜子就在他身边，他赶紧袖子一甩，镜子急速飞出，直奔贾叶藏，在他的魂被那虚无吸走前，立刻融入到了镜子内。做完这一切，白小纯气喘吁吁，这一幕看似容易，可实际上他耗费的心力极大。此刻先是检查了一下镜子内的贾叶藏，此人的魂比之前虚弱了大半，可好在没有大碍，如今只是虚弱的昏迷而已，这才放下心。随后白小纯狠狠地盯着面具，冷笑起来，取出了全部的符文，一张张贴上后，更是施展了自己所知道的不多的禁制，又再次烙印其上，直至将其层层包围，彻底封印后，白小纯这才放心。这一次我看你还怎么作怪。白小纯得意，将这面具收起，心满意足，继续修行。又过去了半个月，这半个月里，面具再没有作怪，而白小纯这里的修行也慢慢有了头绪，甚至他还抽出时间去研究逆合丹。直至半个月后，白小纯实在是坐不住了。我都已经金丹了，很厉害了，要劳逸结合嘛，不能总是这么修炼。白小纯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于是结束了闭关，打开洞府，走了出去，呼吸了一口外面的空气后，白小纯看着纵横四方的逆合宗，内心深处有种骄傲之感，于是背着手走下了逆合山，在这逆合宗内一边欣赏一边溜达。好久没看到宋姐姐了，好想念啊！白小纯一想到宋君婉那火辣的模样，就忍不住心头一热，眨了眨眼后，决定去找宋君婉说说情话。一路走去，四周绿荫成片，天空飞鸟盘旋，放眼看去，整个逆合宗内灵气浓郁，仿若仙境。途中还遇到了不少逆合宗的弟子，这些弟子有男有女，每一个在看到白小纯后都露出尊敬，还有不少都目带狂热。白小纯的身份使得他在逆合宗内已成为了最瞩目的存在，尤其是玄熙与丹溪一脉，他们不了解白小纯，所以对于白小纯这里狂热最多，尤其是白小纯白白净净，脉象也不错，平日里又喜欢卖弄，于是暗中对他有好感的女弟子也都不少。此刻他正含笑与碰到的弟子打招呼，路过玄溪一脉时，忽然的从玄溪一脉的山上快速跑来一个女弟子，这女子相貌秀美，此刻满脸通红，飞奔到了白小纯的身边，在白小纯诧异时，这女子咬着下唇，似不敢看白小纯，快速地将一封信递给了白小纯。修士之间都用玉简，这种直接用手写的信已不多见。白小纯呆了一下，低头看了眼手中的信，在那信封上，他看到了一个新的形状。这时白小纯睁大了眼，倒吸口气后，忽然身体颤抖，激动起来。情书？你说谎！四周有一些弟子路过，全部都脚步一顿，
齐齐看向白小纯。这封信的的确确是一封情书。对于白小纯收到情书，他们似乎没有太多的意外，一个个目中带着祝福。更有一些男弟子羡慕不已。白小纯双手颤抖，拿着情书，他的心中极不平静，他的呼吸粗重，双眼始终睁得很大，激动无比。这是我这一辈子收到的第一封情书啊！以前收到的都是战书。白小纯感动得似要流下眼泪，他深吸口气，抬起头，用自己最深情的目光遥望那送了情书后如小兔一样慌乱远去的女子的背影。虽然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可是这封我白小纯此生第一封情书，我一定会好好留着，以后给我的子孙后代去欣赏他们老祖当年动人的风姿。白小纯内心感慨无尽，他忽然觉得自己对于逆河宗的归属感已经到了极致一样。我爱逆河宗，我爱所有的同门。白小纯动容，调整了下呼吸，好不容易才把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他小心翼翼地将这封情书珍惜地放在了储物袋内，这才抬起下巴，小袖一甩，正要说些什么时，忽然的，从远处居然又有一个玄熙宗的女弟子咬着下唇，撕下了很大的决心，快速来临。到了白小纯面前后，这女子低着头，满脸通红，快速地将手中的一封信放在了白小纯的手中，赶紧跑开。白小纯呆了，怔怔地看着手中的这第二封信，上面画的不是心形，而是两个小人手拉手。不但是白小纯愣住，四周看热闹的那些弟子也都一个个出乎意料，传出惊呼。少祖收到情书，这个不意外，可居然连续收到2封。我徐小山玉树临风，怎么没有人给我情书？在这四周众人的议论中，白小纯双手颤抖，仰天长啸，他的眼中似有晶莹，他的身体哆嗦，他的心中此刻早已被深深的感动弥漫了全部。这是我这辈子收到的第2封情书啊！没想到今天我居然能收到2封。白小纯无比兴奋，他努力保持着呼吸的平和，抬头望着送出情书的女子远去的身影，他感动得不得了。再次珍惜地将这情书收起后，白小纯目中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坚定。我不能这么自私，从我成为宗门少祖的那一天起，我就已经不属于自己了，我属于整个宗门，我属于宗门内所有的同门，也包括所有的女弟子。白小纯身上渐渐散出了正气，他目光炯炯，索性不去找宋君婉了，而是带着信念去了玄熙一支所在的山脉。这一路走去，没过多久，竟出现了第3个女弟子，快速跑来，气喘吁吁，带着羞涩，扔给了白小纯一封信。然后是第4个、第5个、第6个，也就是2-3个时辰，在白小纯的感动一次次爆发中，他竟收到了数十封情书，全部都是手写，全部都是带着满满的深情。这一幕让那些跟随而来的弟子彻底鼓噪起来。天啊，又来了一个！这是怎么了？怎么都送情书？这些女弟子莫非眼睛都瞎了？我虽不是少祖，可我也是天骄啊！白小纯也已经懵了，前几封情书他还觉得激动，可如今情书数十封，他也有些不可思议。他看着那一个个女弟子红着脸来，红着脸去，他的心中起伏，如有大浪滔天翻滚。我真的这么优秀吗？白小纯觉得自己已经眩晕了。到了最后，当白小纯离开玄熙一脉的山脉，在途中路过丹溪一脉的山峦时，居然连丹溪一脉的女弟子都跑出了几个，带着羞涩送了他情书。甚至有一个丹溪宗的女弟子具备独特的创意，居然给白小纯炼制了一枚丹药，在那丹药上刻着密密麻麻的文字。直至黄昏，白小纯这才回到了逆河山。一路上他都晕乎乎的，有种幸福来得太突然，自己还没做好准备的感觉。一定是我太优秀了，哈哈，这就是魅力嘛！我就说嘛，只有魅力无限，才可以享受到这种待遇。白小纯傻笑地回到了洞府，盘膝坐下后，他没有忍住，连忙把这一天收到的情书全部取出，在面前一一打开，仔细地看着上面每一个字迹。
一息间，他似乎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娇媚的女弟子站在自己面前，向着自己羞涩地表达爱意。白小纯身体颤抖，面色潮红。这一夜他的心绪波澜起伏，直至那些情书，每一封他都看了很多遍后，终于外面天亮了。几乎在天亮的刹那，白小纯立刻起身，容光焕发，整理了一下衣衫后，赶紧走出洞府。可刚一出去，又立刻退了回来，想了想后，索性将自己的少祖道袍穿在了身上。这道袍很是奢华，水蓝色的绸缎上似蕴含了水波，扩散四方的同时，其上绣着的5条金龙栩栩如生，竟随着白小纯的走动，似在他的身上环绕，更有阵阵奇异的光芒，使得白小纯看起来英气逼人。这道袍原本是之前开宗大典准备的，白小纯只穿了7天，觉得不太舒服。可眼下他重新穿上后，拿着铜镜照了照后，他觉得这一刻的自己俊朗异常，无与伦比，仰天大笑，夺门而去。一整天的时间，他都保持自己微微抬起下巴的姿态，走在宗门的四脉内。这么一副装扮，立刻就引起了逆和宗弟子的注意。而昨天的情书事件，在这一夜的发酵后，也慢慢传开。不少人听说了此事，如今又看到白小纯这么一副模样，都神色怪异。这些神色怪异的大都是男弟子，可偏偏那些女弟子在看到白小纯这么一个样子后，竟有不少都眼睛一亮。于是只是半个时辰过去，白小纯这里就激动地发现，居然又有人给自己送情书了。玄溪一脉、丹溪一脉，甚至还有血溪一脉的女弟子纷纷出现，送给白小纯情书。这一幕再次打击到了四周的观望之人，尤其是那些男弟子，一个个更是连连哀叹：这到底是怎么了？天啊，少祖的情书这2天已经收了足有上百了。疯了，都疯了！白小纯激动，极力地克制自己，让自己保持他所认为的最温和的笑容，向着每一个给自己送情书的女弟子都微微一笑。尤其是走在人群内，听着四周传来的哗然以及艳羡的窃窃私语，白小纯心中早就乐开花了。此后一连数日，白小纯全部都是如此，夜里看情书，白天溜达收情书。这件事情越传越广，到了最后彻底传遍了宗门，几乎所有修士都听说了这件事情。对于白小纯这里竟然引起了宗门内大部分女弟子的青睐之事，各种心思都有。几乎所有的谈论都与白小纯有关，每天议论纷纷。徐宝才、张大胖等人更是羡慕得不得了，甚至侯小妹与宋君婉也都听说，只不过这2个女子都是面色阴沉，似很生气。371封，哈哈，这才几天啊，我居然收到了371封情书。在这外人都轰动时，白小纯坐在洞府内，激动地看着面前堆积的情书。我真的这么优秀吗？白小纯陶醉的同时得意非凡，右手抬起一挥，又取出了铜镜，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越发感慨，觉得要找个人分享下。铜镜，你说整个逆和宗内谁才是最优秀的？贾叶葬在铜镜内，听到了这句话，赶紧继续装昏迷。这几天他已听到白小纯这么说了好多次，他对白小纯很是恐惧，不敢回答，生怕自己一句话没说好又被惩罚。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醒了，铜镜，你说不说？白小纯一瞪眼，低喝一声，吓得贾叶葬的魂立刻苏醒过来，在铜镜内一脸阿谀讨好，快速开口：主人，你就是逆和宗内最优秀的。你说谎！白小纯一瞪眼，扬怒道。贾叶葬被白小纯这么一喝，吓得魂儿都要飞，魄就要散。尤其是此刻白小纯的双眼似有了血色，气势汹汹，顿时让贾叶葬哀嚎惨叫起来。我没说谎，我发誓绝对没有说谎，你就是整个通天大陆最优秀的，没有之一。贾叶葬都快哭了，生怕自己说得慢了。真的？白小纯狐疑道。千真万确。贾叶葬算是明白了白小纯的意思，言之凿凿，斩钉截铁，没有任何迟疑与犹豫。白小纯轻咳一声，脸上露出满意，
放下镜子后，看着面前的情书，他不由得抒发起来。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难怪有这么多师妹喜欢我，原来是这样啊！来我洞府坐坐。察觉到白小纯满意了，贾叶藏的魂在心底哀嚎，可总算是松了口气。对于白小纯这里，他之前就恐惧，如今更是觉得恐怖了，心底发愁，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白小纯心满意足地将铜镜收起，又翻看了一下自己收到的众多情书，最后乐呵呵的一封封收入储物袋内。他决定了，这些情书以后都将是自己向子孙炫耀的资本。做完这些，白小纯身心愉悦，修炼了一会寒门养念诀后，又修行了左脚大指的不死金。最后一看距离天亮还早，他心中有些不满，怎么天亮的这么晚啊？白小纯嘀咕了几句，只能沉下心来去研究逆河丹。时间流逝，很快的就到了4更天，外面一片寂静。白小纯正研究逆河丹，忽然的，他面色一沉，身体上那种冰寒的感觉再次出现。与此同时，地面上的波动比之前几次更强烈，几乎眨眼的功夫就扩散整个洞府。外人听不到的轰鸣声顿时回荡，一股分割之力似要把这洞府内的一切与四周隔离开来。与此同时，在他的储物袋内，那被封印的面具上爆出来比之前强烈的太多太多的红光。似乎这一次的神秘势力是花费了比以往更大的代价，才可以在这面具的种种封印下勉强引起波动，要与白小纯通话。随着面具从储物袋内自行飞出，那沧桑的声音带着焦急与急促，快速开口道：听我说。这一次说的最多，说出了3个字，可这强烈的变化却将白小纯吓住了。他发出一声尖叫，右手抬起狠狠一抛，顿时又有大把符文飞出，轰在了面具上。与此同时，他更是全身修为爆发，天道金丹之力全部涌现，镇压这面具。可就算是这样，这面具依旧挣扎，里面的沧桑的声音有些含混，听不清晰，可能感受到对方似乎这一次也是发了狠，要不惜代价与白小纯沟通。这是你逼我的。白小纯眼睛都红了，他心底害怕，此刻将全部符文都扔出后，身体一晃，急速地飞奔出了洞府，一路展开极致的速度，直奔逆河山下的通天河。到了河水旁，白小纯右手狠狠地向着通天河水一拳落下，轰的一声掀起了大量的河水后，被他用一个玉石打造的大桶生生装满。这大桶原本是他为了修行准备，眼下装满通天河水后，转身直奔洞府。飞快回归，到了洞府后，那面具还在震动，模糊的声音正焦急地传出，且看其样子似更为连贯了一些。你不要排你个头！白小纯怒吼一声，一把抓住这面具，将其直接扔到了盛通天河水的大桶内，以通天河水直接隔绝。几乎在这面具被扔到大桶内的瞬间，声音戛然而止，这面具也刹那静止不动。白小纯又观察了半晌，这才放下心来，哼了一声：还真以为你家白爷爷拿你没办法呀，这一次我看你如何作怪。白小纯得意地长舒一口气，将这装满通天河水的大桶封印后，收到了储物袋内，以通天河水隔绝。若是贾叶藏的魂在内，则对贾叶藏有影响，所以之前白小纯才没有这么处理。可眼下既然贾叶藏的魂已到了铜镜内，所以他毫不迟疑的就选择了这种方式，以绝后患。放心了面具的事情后，白小纯心中也如放下了一块大石。那神秘势力他不愿得罪，甚至在心底也不想把宗门拉入到与这神秘势力的对抗之中。毕竟这是他自己引来的事情，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还是没有将面具交给宗门去处理。此刻彻底放心了，白小纯全身轻松，在之后的几天，每天清晨就外出收割情书。张大胖与徐宝才也都找到了白小纯，说什么也要和他一起出去收割情书。对于这件事情，白小纯自然不会拒绝，于是很快的，每天的外出时，白小纯不再是一个人，身边多了张大胖与徐宝才。这2人每次看到有女弟子跑到白小纯身边送出情书，都会睁着大眼，羡慕之意路人可见。
九胖，你说我都瘦了，为什么没有人送我情书？张大胖有些郁闷，看了看自己已经小了太多，可还是略有凸起的肚子，眼巴巴地望着白小纯。一旁的徐宝才也是如此，对于白小纯这段日子的传奇事情，他早就记录了一小本，心中如蚂蚁在爬，痒痒的。白小纯走在宗门内，听到张大胖的话语，他全抵嘴边干咳一声，抬起下巴。这事儿是需要天赋的，你们不要着急，让我慢慢和你说呀。白小纯得意的正要炫耀几句，可就在这时，忽然的，他看到徐宝才那里眼睛居然直了，一旁的张大胖也是瞪大了眼，呼吸急促，直勾勾的盯着自己的身后。白小纯一愣，他发现不仅仅是张大胖与徐宝才如此，四周的其他人居然也都是这个样子，于是赶紧回头，顿时就看到了自己的身后，从一条小路上以妙曼的步姿走来的一个少女。这少女看起来40星号岁年纪，一双漆黑清澈的大眼睛，柔软饱满的红唇，娇俏玲珑的小摇鼻，秀秀气气地生在她那美丽清纯文静典雅的绝色娇叶上，再加上她那线条优美细滑的香腮，吹弹可破的粉脸，活脱脱一个国色天香的绝世美人儿。她穿着素雅的衣裙，遮盖住修长调咬的身姿，雪藕般的柔软玉臂，优美浑圆的修长星号，细削光滑的小腿，配上细腻柔滑、娇嫩玉润的冰肌玉骨，真的是亭亭玉立，肤光胜雪，眉目如画，当真是一个无双的绝色丽人。正是陈曼瑶，逆河宗如今第一美女。徐宝才吸气，痴痴低语，这第一美女的称呼还是他给册封的，并记录在册，传遍整个宗门，甚至多少次梦中都有对方的身影。此刻他下意识的就挺起胸膛，目中露出坚毅之芒，整个人看起来不再有曾经的猥琐，而是多了一份英气。就连张大胖也都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自己微微鼓起的肚子，目中带着炯炯之光。不会吧，这也太夸张了。白小纯听着四周传来的吸气声，也看到了徐宝才与张大胖的举动，他很诧异，扫了走来的陈曼瑶一眼，虽然觉得对方的确挺漂亮的，可却没觉得能到那种颠倒神魂的程度。哼，他收到的情书一定没我多。白小纯抬着下巴看着陈曼瑶，越看越觉得这女子似有些做作的样子。正要不耐烦地走开时，忽然的，陈曼瑶快走几步，声音如百灵一般清脆，更有柔和，很是好听地传出：白师兄，请留步。白小纯一怔，这还是对方第一次和自己打招呼，于是侧头看了过去。在他目光的注视下，陈曼瑶竟俏脸微红，似有些羞涩，低头走来时，从怀里取出一方粉色的手帕，快速地放在了白小纯的手中。白师兄若有时间，今晚3更，可否来小妹洞府坐坐？陈曼瑶似鼓起勇气，应声细语。说完之后，她那本就绝美的俏脸，此刻红扑扑的，更是千娇百媚地看了白小纯一眼，可以看到她的白皙的颈脖居然也都红透了，低头快速地跑向远处。白小纯怔住了，拿着手中的手帕，整个人有些发懵。他收到了太多的情书，甚至各种样子的都收过，就算是手帕也有好几块了，可却从来没遇到这么大胆的，居然直接约了时间还有地点。那个，他让我去他洞府坐坐，他的意思是去做什么？白小纯下意识地回头看向张大胖与徐宝才。张大胖傻眼了，徐宝才呆若木鸡，保持着之前的姿势，目中却露出不可思议，他的脑海嗡嗡的。白小纯收到别人的情书，他只是羡慕，可这一次他亲眼看到陈曼瑶居然都送了情书。要知道陈曼瑶可是这段时间整个宗门内绝大多数男弟子心目中的仙子，名气之大，压过所有女弟子，已是逆河宗第一美女。可如今居然主动要求白小纯去洞府坐坐，我怎么知道去做什么？徐宝才费力地吐出一口浊气，酸酸的不无嫉妒地说道：白师兄，你进来吧。白小纯斜眼看了徐宝才一眼，看出了对方的酸意，他眨了眨眼，又看了看张大胖。张大胖此刻目中露出敬佩之意，重重地拍了下白小纯的肩膀。
小纯，去吧，去了后你就长大了。白小纯顿时咳嗽起来，赶紧将那手帕扔到了储物袋内，一甩袖子，傲然开口：他让我去我就去呀，我偏不去。他这么一开口，顿时四周众人看向他时敬佩更多，只是没有人注意到白小纯在把那手帕扔到储物袋时，他目中深处有精芒闪瞬即逝。这一整天徐宝才都是酸酸的。到了下午时，随着白小纯回到洞府，众人这才散了。可很快的，在徐宝才的大嘴巴下，有关陈曼瑶向白小纯示爱相约之事顿时传开。这一次的传播比之前还要轰动，几乎成为了一场风暴，横扫四脉所有修士。要知道，之前的情书事件只能算是发酵而已，可眼下随着陈曼瑶的出现，顿时就如同点燃了天雷，轰鸣八方。四脉弟子全都被震动，各种议论与哗然，惊呼与失声在四脉中很多地方陆续出现。什么？陈曼瑶居然示爱白小纯？这都疯了！其他人送情书也就罢了，我挚爱的陈师妹怎么能这样？这不是真的啊！今晚3更去洞府坐坐，他们要做什么？各种言论横扫逆河宗。与此同时，就连掌门以及结丹长老，还有那些没有闭关的老祖，也都听说了这件事情。对于他们而言，无论是之前的情书还是眼下的示爱，都只不过是闹剧而已。听说之后都是打趣般的一笑。李清后甚至还很认真地与许媚香商议了一下，陈曼瑶这个孩子的秉性如何。至于那几个没有闭关的老祖，里面有2位是单溪一脉的元婴，他们听说了此事，顿时大喜，甚至还很是乐意的样子。玄溪一脉的元婴真人也是心动了，与单溪一脉一样，他们知道白小纯对于逆河宗的重要程度，若能自身这一脉的弟子成为了白小纯的道侣，那么对于自身这一脉而言意义重大。唯独灵溪一脉的那些老祖以及掌门郑远东有些头痛，尤其是郑远东，他对白小纯太了解了。此刻听闻此事后，又知道了白小纯这段日子天天在宗门溜达，就是为了收情书的事情后，他长叹一声，也不知小纯这里到底什么时候能长大一些，这都金丹了，难道到了元婴能好一些？郑远东摇头，对白小纯的性格改变已失去了信心。在这宗门轰动的同时，宋君婉与侯小妹这里也自然听说了这件事情，他们2人立刻紧张起来。之前的情书事件，他们虽然生气，可却没有觉得有威胁。可现在不一样了，陈曼瑶的杀入顿时让2女这里感受到了深深的危机感。贱人，无耻！2女在各自的洞府内都怒火燃烧，相比于宋君婉的火爆脾气，侯小妹性格中的小辣椒的一面也爆发出来。他们2人首次的放弃了彼此的成见，居然面谈了一番，达成了一致后，联合在了一起，于这一天黄昏齐齐杀向白小纯的洞府。白小纯正坐在洞府内，拿着陈曼瑶的手帕，目中有奇异之芒闪动，若有所思，在那里看来看去时，立刻神色一变，感受到了洞府外到来的杀机以及宋君婉侯小妹的身影。白小纯吓得一哆嗦，赶紧收起吓得差点掉到地上的手帕，打开洞府大门，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宋姐姐，小妹，你们来了，我这段时间日思夜念，很想你们啊。宋君婉瞪了白小纯一眼，冷哼一声，没理会他，走入洞府内，仔细的检查一番后，又瞪了白小纯一眼，竟一言不发的就这么离去了。白小纯愣住时，侯小妹上前一把挽住白小纯的手臂。小纯哥哥，我也想你啊，我今天在这里陪你好了。啊！白小纯一怔，怎么了？小纯哥哥，你不喜欢我在这里陪你吗？侯小妹泪眼汪汪地看着白小纯，眼圈里有些发红。白小纯连忙摇头，一拍胸口，怎么会呢？那个还没等他说完，侯小妹就笑着拉着白小纯进入洞府内。这一夜坐在白小纯身边，不断地说着话。白小纯眼睁睁地看着时间流逝，直至3更过去后，他心底长叹一声，怎么了，小纯哥哥？我听说那陈曼瑶师姐似乎与你有约。侯小妹笑眯眯地问道。
有约又怎么样？他让我去我就去呀，我白小纯身为宗门少祖，我才不去。白小纯内心一颤，义正辞严，一身正气地开口。直至第二天清晨，侯小妹才离去，白小纯刚松口气，结果宋君婉来了。于是又是一天一夜，之后的1个月里，宋君婉与侯小妹每人1天，占据了白小纯所有的时间，使得白小纯这里根本就没办法去收情书，也没办法去赴约。好在宗门刚刚开宗，事情太多，所有人都有不少事情要做，侯小妹与宋君婉这里最终不得不离去，白小纯这才松了口气。不过这1个月来，有关情书事件以及陈曼瑶的事情也都成为了过去，谈论的也都少了。尤其是宋君婉与侯小妹的出现，更是绝了大多数女弟子的心。当白小纯终于自由地出现在宗门时，她悲哀地发现，竟然没有人给自己情书了。我就知道会这样，白小纯耷拉着脸，不甘心的又溜达了几天，最终绝望地发现自己的确没有情书了，这才唉声叹气地回到洞府发呆。直至深夜，他抬头看了看外面的夜色，眯起双眼。我身为宗门少祖，那个陈师妹有约，不去似乎不大好，另外也去看看这陈曼瑶到底有什么目的。白小纯目中深处有金芒一闪，觉得自己考虑得很全面，符合自己的身份，于是干咳一声，小心翼翼地快速溜出洞府，一路小跑，不引起其他人注意，慢慢的到了手帕上所说的陈曼瑶的洞府之处。此地是丹溪一脉的山脉，如今夜晚很是安静。白小纯一路疾驰，甚至还绕了几圈，确定在陈曼瑶的洞府四周没有人隐藏后，这才来到陈曼瑶的洞府外，又仔细地观察一番，甚至还动用了通天法眼，模糊地看到洞府内有一个女子的身影正在盘膝打坐，而四周并没有其他布置，甚至白小纯也没有感受到危险后，他这才安心。此地很是幽静，只有一条小路通往洞府，洞府外还有一处水潭，水潭上荷花片片，在月光下很是典雅，四周还种着紫色的小花，在这夜里散出幽香。在这洞府外，白小纯背着手，抬头看着明月，轻咳一声，淡淡开口：陈师妹休息了吗？本少祖应约而来。白小纯的声音传入洞府内，很快的，洞府内就有惊呼传出：是白师兄。声音柔软，正是陈曼瑶。随着声音出现，洞府大门无声无息地开启，陈曼瑶穿着一套贴身的小衫，使得那凹凸有致的身姿在那月光下更为明显，甚至还带着某种说不出的诱惑。此刻一脸惊喜，正看向白小纯。白师兄，你进来吧。陈曼瑶笑颜如花，略有羞涩，侧身一让。白小纯目光扫过陈曼瑶，没有走去，神情变得似笑非笑起来，隐隐的还有凌厉之意，慢慢逼人。